我以为只要我足够懂事，足够努力，就能换来我妈的一点怜悯。我上山把腿摔断了，能不能给我寄点钱？我想去县里医院看病。明慧，你一向懂事，你姐姐要结婚了，家里的钱给她置办嫁妆还不够。妈，我的腿快废了。这几个月你怎么不往回寄钱了？在乡下也不要大手大脚，后妈难当，妈的处境你是知道的。明慧，妈也是没法子。你苏叔这几天因为那下旗乡名额的事儿，觉都睡不着。你苏姐刚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，这要是去了乡下，工作就全黄了。妈在这个家不容易啊，说是女主人，可到底还是个外姓人。当初带着你嫁过来，妈受了多少白眼。要是这次你姐真去了乡下，妈在苏家就真的站不住脚了。明慧，妈跟你苏叔说好了，你要是肯帮你姐这一次。您跟我说这么多，是想让我主动替姐姐下乡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让你下乡了？妈只是跟你说说心里话，让你知道我在这个家有多不容易。不容易，那不也是你自找的吗？当初有人逼着你非要二婚，非要嫁进这个家吗？我在这个家里对继女差一点，人家就说我是恶毒后妈，婆家嫌弃我是二婚，处处看我不顺眼，你继父也夹在中间为难，我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，现在连我自己的孩子也不能理解我，阿弥陀佛啊！就是这些话，曾经骗了我一辈子，毁了我的一生。妈，你别哭了，我去下乡。妈，明慧，妈哪怕自己去讨饭，也不能让你在乡下吃苦。你缺什么就给妈打电话。妈，我腿摔了，能不能给我寄点钱？我想去县里。你是不是又乱花钱了？家里最近也紧，你省着点用。妈，我真的摔断了腿。行了行了，我还去给你姐姐置办嫁妆呢。百货大楼新来了一批哈士来的布料，正好给你姐做一套新衣服。我先挂了。唉，看你可怜，药不收钱了。但这骨头位移了，没去了县医院，以后这腿怕是保不住了。够了！妈，按政策，名单是定好，不是家里说了算，更不能随便提人。这种眼泪，上辈子我看了无数次。每一次他只要一哭，我就像个罪人一样想方设法去弥补。可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，那是他勒死我的绳索。明慧，今天菜不够，你多吃点咸菜下饭。下乡要准备的东西怎么样了？该带的都带齐了吧？问你话呢，哑巴啦！官方名单上写的是苏小文，不是我。我要准备什么？你不去，难不成让我去？小文，你这孩子乱说什么？我没乱说。你要是让我下乡，我倒不如随便找个人嫁了去。小文，你回来。让他冷静冷静也好。明慧，还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吗？怎么把你我还分得那么清？
思思，名单是公示过办事处盖章的，定的是小文姐，你无权随意换人，我也无权拒。明慧，你爸说的也是为你着想，一家人别伤了和气。这事儿回头再说，先吃饭，快吃饭。他们不知道，我早已提前开好医院诊断证明和免下申请，提交到了办事处。这辈子下地狱的人不会是我。这顿团圆饭终究是吃不下去了。怎么能顶撞你继父？你让我怎么在中间做人？你姐姐是骄阳长大，她打小就没干过重活，她怎么能去乡下那种地方？你就不能懂事一点吗？妈在这个家本来就难，你还给我添乱！是你打碎的，对不对？快跟你继父认错！他一句接一段的数落，和白天朝我哭诉时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。我盯着他的脸，忽然觉得陌生极了。你每次都说我是你唯一的亲女儿，说只有我们母女俩心连心，可你真的把我当过女儿吗？凭什么他什么都是好的，我连口鸡蛋都吃不上？凭什么他犯错了我得背锅？凭什么明明是他该下乡，我不去，反倒成了我的错？我的天啊！我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你还跟我算起账来了！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既然你们觉得容不下我，那我就去找我的亲生父亲。凭什么他娇生惯养就可以违反政策？我有病在身，还要被你们推出去？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不念我的好，打你一下你就想起你那死鬼爸了，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他对我的好太浮于表面了，以至于我成了他随手就能丢弃的牺牲品。但我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爸，我要结婚了，你赶紧给我准备钱。闹什么闹？这位是岳父好，我今儿个是特意来提亲的。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谁让你有了新老婆孩子，就忘了自己亲闺女，非得让我下乡？那我还不如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。没出息的东西，简直是造孽！那些话听着像骂季姐，可他的眼神分明是在敲打给我看。明慧啊，你也看到了，你姐姐没你稳重，也没你懂事，家里这担子终究还是得交给你。好吧，那得立个字据，我也要把户口先迁过去，免得将来有什么变故。行，只要你肯走，这些都依你。继父不知道，我要的是把自己从这个家彻底摘出去。东西给你了，抓紧去办，办完了赶紧回来准备出发。这户口要是迁出去了，万一将来有什么变故，会不会……那张字据连个手印都没有，那蠢货竟然真信了，跟他那个妈一样蠢。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了。要是坏了事，谁替你下乡？听见又怎么样？他现在户口都迁走了，不走也得走。这种蠢货，活该被咱们卖了还数钱。我从来就没信过这张废纸，因为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这张字据。拿这张假字据做什么？想讹我？你还真以为我爸会给你东西？真是蠢得可怜。那字据就是骗你下乡的，你个蠢货还当真了？要是他不下乡，下乡的就是我。明慧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，还造假字据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
名单上的人呢？该走了。是他，他要下乡，快带他走。公示名单人员是苏小婷。同志，是不是弄错了？应该是他妹妹去啊。资料显示他患有哮喘，有医院证明等材料，办了正规手续，可免下乡。看来要下乡的不是我。名单上的人呢？时间不等人，再磨蹭，你们家担得起这个责任？我就说嘛，这下乡的名额本来就该是苏家亲闺女小姨的，哪有让继女替着去的道理？可不是嘛！之前就听着这家后妈天天哭哭啼啼劝继女去，真是够狠心的。不对，名额是他的，是王明慧的，我们家早就说好他去了，你们不能找我。胡闹！知情下乡人员早就公示过了，哪是你们个人说谁去就谁去的？你叫苏小文是吧？名单上写的就是你们家，不是你是谁？上一世站在这里被所有人盯着，被推上卡车的人是我。那时候我看着他躲在继父身后，眼里满是幸灾乐祸，而我像个傻子一样，还在为母亲的眼泪心软。您通融一下，这里边有点误会。误会什么？知情名额严禁私下交换、买卖、造假，公示名单就在这儿。人家王明慧的免下申请1周前就下来了，手续齐全，合格合法，而且人家户口也迁回亲生父亲那里了。你们家要是再阻挠，就是违反相关政策规定，后果你们自己担着。你什么时候办的免下手续？李慧，你告诉妈，这不是真的。你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？你怎么能不跟妈商量一声？你把户口迁回来啊！现在就迁回来！商量，妈，你们一家人关起门来用假字据算计我，骗我下乡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？我们那是什么？是为了我好。叔叔，这笔买卖打得可真够精的。王明慧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里轮得到你撒野吗？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们心里清楚。明慧，妈求你，妈给你磕头了。你就替小文去吧，他从小娇生惯养，没吃过苦。你懂事，你心善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妈，可怜可怜你姐姐，行不行？上一世他也是这样，在我面前哭，在我面前跪，用一句懂事把我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妈，我问你，当年你跟我爸离婚，明明知道跟着他我不会受委屈，为什么非要把我从他身边抢走？你跟我说，我爸会给我找后妈，后妈会虐待我，只有跟着你才是对我好。可你把我带在身边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你的妓女当牺牲品，对吗？你起来，你给他跪什么？他就是个白眼狼。你养他这么大，他连这点忙都不肯帮，你让他去，必须让他去。小文，妈没办法了，妈真的没办法了。王明慧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替我去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闹够了没有？公示名单上的就是苏小文，不许再阻挠，带走！让我呀！苏建国，你想阻挠政策执行？再等等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求求你们了！王明慧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诅咒你这辈子不得好死！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上一世，他在城里穿着新衣服，用着我寄回去的钱，风风光光的嫁人。那时候，他可曾对我有过半分怜悯？
这种寂静是他们亲手种下的。做的什么狗屁东西？那是人吃的吗？没了苏小醒这个亲生闺女在跟前，他的怒火总得找个发泄口。真是瞎了眼，在这个家养了个白眼狼。你消消气。消气？那是我的命根子。像有些人心肠比石头还硬。刘兰芝以为忍气吞声就能换回苏建国的怜悯，苏建国以为撒泼打滚就能让我低头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事儿没完。苏大哥在家不？我给你带好消息来了。刘嫂子来了，快进屋坐，快进屋坐。镇上出名的媒婆刘嫂子，上一世苏小妍风光出嫁，刘嫂子可没少在中间牵线搭球。这时候来苏家，还能为了谁？明慧，别洗了，进屋来给刘左嫂子打个招呼。这就是你家那个二闺女吧？她还真不赖，白白净净的，就是瘦了点。瘦是瘦了点，但身体好，能干活的。这孩子打小就勤快，家里的脏活累活都能一把抓，绝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大小姐。我跟你说，我给她找的这家条件可好了，家里3间大瓦房，在这方圆几里地都是数得着的。人家家里殷实，就缺个媳妇儿操持。3间大瓦房，彩礼好商量。苏建国这是眼看骗我去下乡不成，转头就要把我卖出去，榨干我最后一丝价值。哎呦，赵老板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快请进。这就是老苏给我儿子讲的媳妇儿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赵老板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小姑娘害羞，正常的。头一回见生人，哪能那么放得开？哼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你敢打我！你个臭丫头，你敢打我！站住！你这个死丫头，抓住她！别让她跑了！放开我！苏建国，你放手！明慧，你别闹了，你就听你爸的话吧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就是让我嫁进那样的人家吗？妈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闭嘴！王明慧，我告诉你，这门亲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天经地义。我是你继父，你的婚事就该我做主，你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待着，等着3天后出嫁吧。
我知道苏建国是铁了心要让我嫁出去，他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。苏建国、刘兰诗，你们欠我这笔账，咱们3天后一起算清楚。明慧，你就认了吧，妈也没办法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最后那点对生母的期待也彻底消失了。赵老板的接亲队伍来了。苏大哥，快开门！接亲的队伍到了，吉时可不等人呐！明慧，换上吧，吉时快到了。妈，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跳进火坑里？妈也是没办法，你不嫁过去，你姐姐就回不来，你家就散了。明慧，你就当最后帮妈一次，行不行？我帮你？谁帮我？你配当一个妈吗？帮新娘子更衣！别碰我，放开！不好了，新娘子跑了，快追！没力气了，难道还是逃不掉吗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？爸，我在这儿！爸！明慧，爸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小乖，不怕，爸来了，爸带你回家，咱们再也不回来。明慧，今晚你睡这屋，爸就在外边，有事就喊一声。小乖，多吃点儿，看你这些年怎么瘦成这样了。我在那个家里吃了多少苦，连口鸡蛋都吃不上。现在父亲把仅有的2个蛋都给了我，自己碗里只有清汤寡水。傻孩子，看我干啥？快吃！爸不爱吃蛋，嫌那玩意儿腥气。明慧，爸想问问你，你现在年纪还小，你想不想回学校继续念书？要是你不想去，想在家歇着也行，爸养得起你。爸就是觉得你打小聪明，不念书可惜了。女娃子念那么多书干啥？你姐正缺个下乡的替身，收拾东西滚蛋！上一世，我连初中的课本都没摸全，就被打发去下乡了。爸，我想念，我要念书，我想考大学，想以后能有出息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放弃读书的机会。好，只要你想念，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你。主任，您看这孩子成绩真的好，就是被他妈耽误了，您给个机会。去吧，明慧，进去好好念。新的人生开始了。我知道高考很快就会恢复，我也知道哪些东西会涨，哪些东西会跌，更知道这几年里会发生什么。上一世，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只是带的背景板，
因为我正身处地狱。但这一世，他们是我和父亲翻身的本钱。爸，我听学校里的人说，南边那边的风向好像变了。小乖，你一个小孩子家的，琢磨这些干啥？爸，我想让你以后别那么辛苦，咱们攒的那点钱，不如换成收音机零件，或者是南边的干货，过2个月价格能翻一番。爸，你相信我吗？爸信你，只要能让你过好日子，爸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。明慧，真让你说准了，这批零件一出手，咱们不仅把本钱赚回来了，还余下不少。我让父亲做了一些小买卖，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。中断了11年的高考正式恢复啦！市军演高考恢复的消息正式公布。明慧，听见没？机会来了，爸支持你，哪怕攻到天边去，爸也攻。上一世，我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世，我不会辜负自己，也不会辜负父亲。渴了吧？喝点水。爸，你在这儿站了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刚来。我知道他在这儿站了整整1个下午。这种爱，是我前世从未敢奢求的。明慧，明慧，有你的信。是不是那个到了？当时考的感觉还不错，在这个年代肯定能上个很不错的大学了。爸，是清大，我考上清大了！我去给你下碗面。我没有拆穿它，我知道，那是一父亲最深沉、最无法言说的骄傲。快趁热吃。爸，你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没事儿，刚才灶里的柴火潮是油盐引的。那碗面里放了3个荷包蛋，在那个家里，我连1个蛋都求而不得。在这里，父亲给了我他能给的全部。去京都之前，我回了原来那个城市一趟，去办转学和户口的相关手续。明慧，那家人心术不正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，爸必须陪着你。办什么业务？您好，我来办理户口和学籍转出手续。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和相关证明材料。哟，清大的，王明慧，材料挺齐全。每一声钢印都像是斩断了过去的一道枷锁。过了今天，我将彻底脱离苏家那片泥潭。我来办工作调动的手续。明慧，哟，这不是那个白眼狼吗？怎么，在省城混不下去了，又回来了？听说你跟你那个穷鬼爸过了，也是，
你爸能有什么出息？不像我，现在有了工作。你妈把工作让给我了，知道吗？纺织厂的正式工，多少人抢破头都进不去，你羡慕也没用。他把工作让给了苏小温，那份工作是他视为命根子的东西。以后不许碰这个，这是我一辈子吃饭的碗，碰坏了你赔得起吗？真是讽刺。现在他把那个碗给了苏小温。好了，你的学籍已经转到京城去了。你们是不是办错了？他一个乡下回来的，哪来的京城学籍？他考上了清大。不可能！你凭什么能考上？你连初中都没上完，当初下乡名额下来的时候，你还没拿毕业证呢，你怎么可能考上清北大学？你一定是走了后门，对，一定是走后门的，这成绩肯定有问题。这位同志，请你注意素质，这是办公场所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人家是凭真才实学考上的，成绩档案都在这儿，容不得你信口雌黄。这种跳梁小丑般的叫嚣，再也伤不到我分毫。前世我视他为高不可攀的噩梦，如今看来，他不过是个被嫉妒啃食灵魂的失败者。谢谢。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，有了我之前那些预判的铺垫，他对我的判断越来越信任。爸，辞职吧。明慧，你说啥？辞职？你在厂里1个月拿死工资，不如自己做点小生意。现在政策松了，个体户可以光明正大的干了。时代变了，爸，守着那张办公桌，咱们一辈子只能看别人的脸色。他在这家厂里干了快20年，对他来说，不仅是生计，更是他半辈子的骄傲和脊梁。好，爸信明慧，只要是为了你以后能挺起腰杆做人，爸这身皮不要也罢。以前在厂里按部就班就行，现在出来干，每一分钱都得靠这双手从寒风里抠出来。师傅，这扣子怎么卖？2分钱一排。您看这成色，都是厂里的好货。爸，我在京都这边看好了几个厂家，他们生产的电子零件和新款程装在南边卖得火热。我把地址和联系人寄回去了，你按我信里说的那个法子去谈。我又根据记忆中的市场变化，给他建议了几个方向。现在的电子产品刚起步，只要抓住这波浪潮，爸的生意就能彻底翻身。老王，还是你这儿的东西实在。上次我多给了5毛，你还特地追了2条街给我送回来。做生意嘛，讲的就是个信誉。您照顾我生意，我哪能占您的便宜？王老板，省城谁不知道你王建军的货最全，价格最官道？下次我还从你这儿走大货。好说，大家一起发财。而我在大学里也没有闲着，我底子薄，刚进去的时候跟得很吃力。同班同学大多是从正规高中考上来的，数理化基础扎实，而我连初中的课本都是后来补的。上一世被剥夺的，被践踏的，这一世我要一点一滴
全部拿回来。王明慧同志，你的努力全院都看在眼里，你是从基础最差到成绩优的奇迹。妈，苏小文，你们以为能困死我的泥潭，终究成了我一跃冲天的跳板。明慧，爸在这儿。爸，我没让您失望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选择了留校任教，同时开始参与一些科研项目。那几年正是国家大力发展科技的时期。明慧，快看，咱们的专利申请下来了，国家给了专项拨款支持。我们的项目得到了不少支持，成果也陆续出来了一些。而父亲赶上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那几年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他成了别人口中的王总，开着轿车，住着楼房，穿着西服。每次来京都看我，他都不让司机送，自己坐火车硬座来，下了火车也不打车，挤挤公寓到我学校。爸，你现在又不缺钱，做个卧铺行不行？硬座挺好的，又不远，呵呵，省那钱能给你买不少灌条书呢。学校的饭不好吃吧？带点家里的，在外头搞那个什么科研，费脑子，得多吃点好的。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的手，心里又暖又酸。他赚了那么多钱，成了外人眼里风光的王总，可他对自己的花销还和当初在厂里当工人时一样省。是母亲，我几乎没认出她来。她才40多岁，看起来却像60岁的人。明慧，你回来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来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。曾经我以为我会恨死他，或者在功成名就后当面羞辱他，可现在看着他被生活碾碎的样子，我心里竟然只剩下一片虚无。爸妈，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这里的活根本不是人干的，我宁愿死在那口井里，也不想下地了。小鱼在外面受苦，你那个亲生闺女倒是在省城享福。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心狠啊？母亲身上的伤从来没断过。苏小薇回城后更糟，这什么破工资，一个月就这么点儿，还得天天倒班，我这3年白遭罪了。妈，你当初要是争气点把王明慧送走，我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哼，看你教的好女儿，大的管不住，小的教不好。要是当初你硬气点让王明慧去，小文能受这委屈？后来厂子效益不好，先是继父下了岗，然后是苏小文，2个人都没了工作，脾气越来越坏。粥，又是粥！老子在厂里干了20年，下岗了就给老子吃这个！建国，家里真的没钱了。离婚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，净身出户。
这个曾经把我当成牺牲品的女人。你走吧。明慧，妈对不起你，妈知道错了，妈这些年遭了报应了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妈一个机会。他的道歉从不是因为愧疚，而是因为走投无路。明慧，你妈她，我刚才在窗户那儿看了一眼，她还没走远。我听人说，她这几年过得不太好，要不我给她安排个工作，就那种扫扫地、看看门的活，不累，够她混个温饱就行。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，爸就是随口一说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那个心软的人。母亲当初那样对他，抢走了他的女儿，毁了他的家庭，甚至差点害死我，可他还是不忍心看着他流落街头。这种善良曾经让他受尽委屈，可也是这种善良让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，依然是那个让我感到无比安心的依靠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明慧，你不生气？你真的不怪爸多管闲事？不生气。她毕竟是我妈。是啊，她毕竟是我妈。她做过很多错事，伤害过我，辜负过我，但那些事儿已经过去了。我不再是那个上一世摔断腿后打求救电话却被挂断的女儿，我有父亲，有学业，有事业，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。而她除了这些迟来的廉价的愧疚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不想再背负着恨意活下去，那太累。管吃管住，工资不高，但够她活下去。我没有再见过他，听说他偶尔会跟食堂里的人提起我，说我考上了清北，说我有出息了。清北大学的教授可真厉害，都是国家的栋梁啊。我家那个闺女也在清北，可有出息了。这一世我走过来了，因为这一次我选择了为自己活。王老师成了，我们的参数终于稳定了。这一年我32岁，是清北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。这个项目熬了3年，推翻了上百组数据，终于拿到了突破性成果。我悬了3年的心终于落地了。忙了3天3夜，终于能歇口气了。食堂熬了小米粥，我去打2碗，垫垫肚子。这一世，我从未想过依附任何人，却遇到了陆泽。他尊重我的事业，理解我的过往。在所有人惊叹我的成绩时，他只会轻声问一句：累不累？王教授，电话。爸，不是说好了我去车站接你吗？怎么自己过来了？这点路算什么？我又不是不认路。听说你的项目成了，好啊，好啊！
我闺女就是有出息。哪怕他如今的公司已经是华东数一数二的企业，他成了人人称呼的王总，他依旧改不了节俭的习惯。在他眼里，我依旧是当年那个穿着破烂衣服扑进他怀里的小姑娘。明慧，有件事儿还是得跟你说一声。苏建国就是你那个继父，前阵子出事了。他下岗之后不好好过日子，天天喝酒，后来跟人合伙搞走私，被抓了，判了10年。进去没2月就查出了肝硬化，现在在监狱医院里躺着，日子不多了。这一世，我听着这个曾经毁掉我前世的男人的结局，内心竟毫无波澜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漠然。还有苏小文，她当年从纺织厂下岗之后，嫁了个做买卖的个体户，没过2年就因为好吃懒做，跟人家过不下去，离了婚。她手里的那点钱败光了，就到处打零工，3天打鱼2天晒网。前阵子听说刘兰芝在我公司食堂有份安稳工作，就找到省城去了，天天堵在公司门口闹，逼着刘兰芝给他钱，不给就撒泼打滚，说你是白眼狼，说我忘恩负义，闹得公司上下都知道了。他闹就让保安赶出去就是了，要是再闹，直接报警。他的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刘兰芝倒是没松口，1分钱都没给他。他在公司食堂干了快10年了，兢兢业业，从来没跟人提过她是你母亲。这10几年，我几乎没见过刘兰居，她只存在于每年托父亲带给我的酱菜和腊肉里。那些东西我从来没吃过，也没扔过。我记得上一世，我到死都在恨他，恨他把我当成牺牲品，恨他为了季姐的嫁妆断了我的活路。可这一世，当我拥有了足够多的爱，那些恨意竟然在岁月里淡了，不是原谅，是放下。我的人生已经足够丰盈，那些伤害再也无法左右我了。明慧，你回来了。快坐快坐。明慧，这是妈这辈子攒的钱，这10几年工资我1分钱都没花，全攒下来了，一共32000块，都给你。妈知道这辈子对不起你，上一世欠你的，这一世也欠你的，这辈子还不清了，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。你自己留着吧，养老用。不行，妈不配花这个钱，这钱就该给你。当年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。刘兰芝，当年的事儿我已经忘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有父亲疼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安稳的日子。我不需要这笔钱，也不需要你的愧疚来弥补什么。你当年把我从父亲身边带走，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，却把我当成了你在苏家立足的筹码。上一世，你毁了我的一辈子，也害了我父亲的性命。这些事我不会忘，但也不会再记恨。不是原谅你，是我不想再用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。这笔钱你留着，往后的日子为你自己活，不用再想着弥补我，也不用再为苏小文兜底。明慧，妈真的错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害得我一辈子都毁了！你现在风光了，当大学教授了，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！住手！今天你不拿10万块钱出来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你毁了我的人生！苏小文，你这辈子过得不好，从来都不是因为我。当年下乡，名额本来就是你的，是你自己不想吃苦，逼着你爸和你妈要让我替你去，最后你自己去了，那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做的选择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回城后，我妈把名额让给了你，你自己嫌累，嫌工资低，最后被裁员，这也是你自己选的。你嫁了人又离婚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，还是你自己选的。你父亲走私坐牢，你自己混成现在这样，所有的不幸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你恨了我10几年，却从来没照过镜子，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
们回家吧。这一场两世的纠葛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结束了。那年春节过后，刘兰珠从公司食堂辞了职，她拿着自己攒的那笔钱回了她的老家。苏小文因为跟人合伙诈骗，被判了12年。父女俩在监狱里见了面，除了互相指责谩骂，再也没有别的话。苏建国入狱第3年就死了，到死苏小文都没去看他。这一年春天，我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，成了清北物理系最年轻的正部手。我闺女这辈子不容易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的。王教授，您经历了这么多，您觉得人生里最关键的选择是什么？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，都要选择为自己而活。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是靠报复别人获得圆满，而是靠成全自己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上一世的遗憾，这一世都尽数圆满。我活成了自己的光，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女主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，皆是向阳，皆是坦途。